大家好，我是 iTop 的 Eamon， 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些手模，等一下由我们的工程师来去讲具体的一些拆解跟我们这个产品的特点。我们的这个手模的一个设计点呢，它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它设计的一圈，它的格数是120小格。我们为什么要设计120小格呢？是因为它每调一个档位，它的精细度就更精细。每一个档越它的档位越多，那么它所调的它的那个跨度，就两个刀盘的吻合，它就更细。它会怎样呢？就是每一个磨出来的呢，它会更接近。然后还有一个它这个呢，就是我们设计是一圈，就是一圈就把整个咖啡的那个从意式到发压全部做完。那么它还有它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呀？它这里是可以把它这个调刻度这个拔出来，拔出来之后我们调，比如说我们拆洗一次，我们再装回到原点，那么我们是像这样，就装好之后我们就像这样把它扣上来，然后我们把它拧到底。当这个定位点在其他的刻度还没对到这个零的时候，我们再把它拿出来，然后对准这个零点，对着这刻度，然后扣下来。好，这里就是一个起点。啊，然后我们这个还有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刻度环往这边扭，卡剪刀的时候，刀与刀相卡住。然后如果我们想保护刀盘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调到刚好不碰刀。调到刚好不碰刀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拔出来，然后这个零点对着这个刻度的一个定位点，然后把它对准卡下来之后，我们就每一次你看到这个对着零了，我们就刚好可以磨意式，磨最细，这里也不卡刀，然后再往这边调，就是这个粉是越来越粗，数字越大，它的粉相应的就会变粗。然后我们整个材质是全部是用铝合金6063做的，然后它的一个阳极，这个阳极我们是硬氧化，就是比普通氧化它的优点呢，它就是更耐磨，就是打个比方，你用个3-5年，它这里还是保持这种原来颜色。如果普通氧化的那种阳极的，那么我们用个1-2年，它可能这里会磨损。它就是它的一个表面处理做得更精细。这个机器呢，它还是一个外调从上面调的，就它更方便，然后给人的一种视觉呢，它更直观。然后它里面的刀盘它是一个，我们是把那个普通的63刀盘，把它放小外径，就是大刀要放小外径。为什么我们放小呢？是因为我们做手模要抓在手上，它要更方便。如果不把外径放小呢，它整个体积会变得很大，而且很重。然后里面那个模型，就是磨豆的那个内部它是不变的，还是63刀盘的那种尺寸。这个怎样拆机的？里面比如说我们要清扫，那么我们要把里面的模型把它拆出来。那么怎样拆的呢？我们是这样，把这个往粗的方向直接扭到底，扭满之后把这个粉杯拆下来，然后把这个拔出来，这个是可以拔的拔出来之后这个轴承，我们这个轴承为什么装个轴承呢？这个轴承是稳定它，就这个刻度环它的摆动，如果没有轴承，它会摆动会比较大。那么我们装了轴承之后，它摆动就变小了，然后转起来也更顺滑，它多了个轴承然后我们刚才把这个已经调到最大，调大的目的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顶上来。那么顶上来，我们中间有个柱子，有个筋，一顶上来，它这个就从这里掉出来了，它这里有个中轴有个孔，然后把这个片拉出来，然后再从下面把它拉出来这个拆出来，这样拆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清扫。然后这个刀盘它一个直径是40的，这个40的直径是匹配那个63刀盘一模一样的那个尺寸。这个外刀套这个齿也是一样，就是63的这个是一模一样大的，我们只是把外径多余的那个把它全部去掉了。然后装配
装配是这样的。那我们拆，如果你拆清扫，这里全部拆下来的话，那么你装的时候有个注意点，你把弹簧先放弹簧，放弹簧之后，这个垫片是有一面凸面的，这个凸的这一面一定要朝上，如果不朝上，你等一下转起来它会卡住啊，一定要这个地方一定需要注意。把轴琴套上去。对，是这样的，把这里放进去，从这边，这个精度做的太精细了，所以一定要慢慢的下，两个轴琴放下去。然后放这个片也要注意，就是这个凸的这一面一定要朝下，然后这里有个凹的朝上，然后把顶上来，顶上来之后，这有个小灯对着这个孔，把它推进去。推进去之后，它放到这个镜中心。我们刚刚装好了，那把这个扣下去，你内翼扣下去，然后你这样调到这个刀与刀卡住，然后右手拧这个拧不紧的时候，我们这刻度没有对准那个零的起点，那么你把这个拉出来，拉出来之后，你把它直接对到这个零对着这个起点，这里刚好它就是卡刀的。如果你想把它零的时候刚好模一式不卡刀，那么你就把它推出来，你就把它这样把它调到刚好不卡刀，的时候它是对着3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拉出来，重新对准，把它这个对着0，那么我们就变成0档刚好是模一式模最细的，但是它有个问题点什么？它还可以往上调那它可以往这边可以调这么快，这么一段它是卡刀的，然后我们调到这个0，刚好模一式，它就是简单，就是我们不卡刀的情况下呢，它是前面还有一段是可以调的。那么我们经常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调到卡刀，就是起点卡刀是比较标准的。我们最好是以这种方式来，就这个0刚好这个起点。